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一直陪伴你、照顾你、守护你，一直保护你，永远保护你？我愿意。好，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天就把这仪式办了。我正舍不得把莲儿嫁出去，在我这里举办仪式，就当是我招赘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恭喜恭喜，我生兄，北兄，北山兄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圣君本来是要将你家九莲和我家百味结为道侣，可你现在偏偏要将她嫁与其他人。哎呀，莲儿太倔强了，她认准的事情，就是说破大天，她也不会变的。贤侄啊，改日老夫为你选一位如意的女子。那就有劳火生伯伯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闻季农的丹田都被废了，若论潜力，他可远远不如季宁啊！你就真的忍心把你家莲儿嫁给他？选夫婿，又不是选珍宝，天接的就一定比地接的好吗？重要的是真心。只要莲儿找到真心对待她的人，哪怕老夫改日遭受到不测，也能安心的闭上眼呐。嗨，火生伯伯，我父亲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您又何必认真呢？里边请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里面请。好啊，大家里面请。于薇姐，我今天就要和季农哥结为道侣了。从相识到相知相爱，真的像是一场梦。九莲，一旦礼成，就不能反悔了。你真的想好了？东岩氏是我最珍视的宝物，季农哥不惜性命跟我一起守护东岩氏，身受重伤，他对我的情，我又何尝不知？这世上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般真心待我之人，我愿意嫁给季农哥。九莲，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季农能够永远幸福。若是发生了什么难以应对的事情，由我们来给你撑腰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师兄，来，大师兄，九莲这孩子啊，从小娇生惯养，被我给宠坏了。族里的人更是拿他当宝贝一样。如若他有什么不当之处，你还要多多担待啊！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。新娘到。
以情为誓，以血为契。今日，你二人在此举行仪式。从今以后，结为道侣。纵使经历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尝尽世间八苦，也要相互扶持，共事焚修，生生世世永不相负。生生世世永不相负。李成，今天好。这都言是出尔反尔。父亲，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结婚呢？这怎么说着说着，就又扯到我身上了？宇威，你怎么了？北山兄，各位族长，感谢大家来捧我火圣道人的场，我敬大家一杯，干了！火圣兄，恭喜恭喜了！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！喂，你们俩，吴头，别多话。好，哈哈，济宁余威，各位族长，感谢大家，我敬大家一杯，恭喜火圣道人！同喜同喜！火圣伯伯，今天这圆圆酿，我们恐怕是无法痛饮了。师尊有事召我们回去。学宫的事情要紧，来，再陪老夫满饮此杯。我代表学宫，敬火圣伯伯一杯。技能哥，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那样傻傻呆呆地看着我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你可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的样子吗？我记得当时你众星捧月一般走来，而且我还以为秋叶回来了。我承认一开始，我的确是因为你跟秋叶一样的容貌而被你吸引了。但是后来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，你的傲慢，你的任性，你的幼稚，还有你的善良跟可爱。我爱上的是九莲，不是别人。算你识相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今后不许再提以前的事情了。没有从前，
怎会有现在的我？我季农对天发誓，今生今世宁负苍生，不负卿。为什么是宁负苍生呢？季农哥，你我一同修炼，是为了保护士族，保护赤明戒域，应该是不负苍生，不负卿啊。感谢诸位，感谢诸位，留步。好。季农哥，这样真好。我希望我们两个能像这样永远在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我会成为赤明戒域的霸主？霸主？你在说什么啊，季农哥？如果我成为赤明戒域的霸主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，权力、地位都不是问题。到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季农哥，你说的那些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权力和地位，变成像神王那样的人。傻瓜，我就是神王。灵儿，你放心，季农以后只会乖乖听从于我，我已经彻底将他控制了。住手！少言农，你竟敢欺骗老夫！你在跟谁说话呀？少言农现在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。驱逐之法是假象，我会一直控制住季农这个人，不会放纵他。是你把季农哥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为什么？哎，你错了，并非是我选择你的季农哥，是我们选择了彼此。少言农体内的怨恨、怨气，还有他的野心，一直不停地向我召唤。我和他根本就是一样的人。他的怨跟恨
在他心中只是小小的火苗，但是我能替他火上浇油，让他变成熊熊烈火。接下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谈谈有关修炼丹田的秘法了？神王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，马上放了莲儿，不然，你别想从我口中得到一个字。哎呦，我说火圣道人呐，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倔强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放了莲儿！再说100遍也没用。我杀了你！我们两个是老朋友，我也不想要伤害你的宝贝女儿，你配合我一下啊！我问你一句，你答一句嘛！我又不是技农，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听说你们东岩市有祖传的修复丹田秘法，你只要告诉我是什么，我就放了你们嘛。好，我说，我东岩市确有修复丹田之法，此方只有一味药，那就是九世善人后代的丹田之气。只要吸收了它，丹田就会立即修复。在此世间，唯有此法，没有其二。我已经说了，你可以放了我们了吧？哎，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这个所谓的九世善人后人到底是谁呀？哼，这你就难为老夫了。我东岩氏以医药传世，并非是寻人世家。众所周知，你无间门耳目众多，广布天下，你可以派人去打探呐。哎呀，火圣道人，我这只手呢，能够打他，也能掐死他，你就一定要逼我有了杀意，你才肯说吗？神王，神王！就算我们告诉他一切，他一样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哎呀，好。你放了莲儿！你不要伤害九莲！你说了我就放开他，不过我劝你快一点，我觉得他快不行了。不要，父亲，不要！好，我说。好吧，这个后人到底是谁？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九世善人后人的人，就是我。答案是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父亲，不要，父亲！哎，九莲，你爹要自爆了。父亲，不要，父亲！我知道。九莲，不能说。快说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他。莲儿，不要告诉他。九世善人的后人，就是我。
哎呀，老天爷，你真是对我不薄啊！你这么容易就让我找到了修复丹田的药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良药就在我面前，当然是立刻服下了。哎，不过你别担心，应该是不会太疼。你不要伤害莲儿！父亲，父亲。 吵死了！你想要我的丹田之气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放了我父亲，放过东岩市，不许伤害那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否则我就算死也会化成恶鬼。 生生世世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是季农，先把我父亲放了，你先去救他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替神王卖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得选择，因为我不是季宁。 他是天之骄子，而我却不是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能投靠无间门，无间门就是我的所有。但是我现在有能力保护你了，我现在是无间门的门主，赤明界域以后就是我的。难道这不好吗？ 我本来以为你会很懂我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季农，你想要这天下也好，你想倾覆这三界也罢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从现在起，我9连。 要与你解除道侣之约，从今往后永不相见。不可能，9连不可能。你爱我的，对吧？你爱我的。我爱的那个季农哥。 他在你选择神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死了。你以为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是曾经的你吗？我对你只有恨。来人呐！在。
把少夫人给我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都不准去。师傅，您找我。徒儿，今日把你找来，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重要的任务啊？连纪宁和木头都得瞒着。近日来，有一股未知的势力，在赤冥界与内外为非作歹。他们心狠手辣，专门残害弱小的氏族，已经有10多个。氏族遇袭，我们黑白学宫不能放任不管呐。自从无间门挑起东岩氏的战役后，已被应龙卫全面监控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从实力上看，这股势力不容小觑。我认定，这股势力与神王有关。我也觉得，这股势力与神王有关。这次你下山查明此事，一定要把这股势力的始作俑者找出来。是，弟子遵命。你要是再这么光喝酒不说话的话，我可真的要送客了。西月，我一生志在游戏人间，从未想过要成为什么人。但我师父却不这么想，如今还要我单独去执行任务。唉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。但是，他想要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。自古一切事物都没有两全其美的。你师父固然是为你好，可这最后的一切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取舍了。唉，做人怎么那么难呢？谁？西月郡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的目的跟你一样，是黑白学宫派你出来彻查此案的吗？是。我师父将此事交给我负责，你呢？我是奉圣君之命来查此案的。太好了。那我岂不是有伴了？哼！你又耍贫嘴。
你那儿情况怎么样？一路过来，大大小小10几个氏族，都受到同样伤害的侵略。这足以说明，这股势力来头不小啊。你觉得有什么异常吗？实不相瞒，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这伤口上的剑法和北山师弟有点相似。那莫非？莫非什么？你有线索了？线索其实早就已经有了，只是被圣军封锁了消息，迟迟没有对外公布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对大家隐瞒呢？因为这股势力涉及到皇族的宗亲，一旦被公布，圣军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，神王就会趁机挑起几大氏族对皇室的不满，从而离间我赤明戒狱。如此说来，确实该守住这个秘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请黑白学宫过来帮忙。你说的这股势力，到底什么来头？正是应龙卫首领之族，北山氏。南君，我已经再也等不下去了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一定要救醒你。门主，三思啊！事到如今，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如果现在还不让他醒过来，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可是如今您的功力已经大减，有性命之忧啊！性命之忧？若是他醒不过来，我又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是……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不知两位找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西月，我们俩是朋友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这木牌你可眼熟？这不是我父王手下的秘密卫队的令牌吗？一般人很难见到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想你应该听说，最近弱小氏族频遭侵害，而这背后的势力却甚是神秘。这令牌是我在现场意外发现的。西月，你这么说，是怀疑我父王，怀疑整件事情与我父亲有关系了？并非是我多疑，有证物在此，难道北山兄能给我一个更好的解释吗？我北山氏乃皇族宗亲，世世代代效忠圣君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了整个赤明戒狱的安危，牺牲了我们北山氏多少族人？我们的忠心，苍天可见。可如今，就为了一个令牌，却把罪名扣到我们北山氏的头上，你们这样的作为，简直荒谬无理！百威，你先别动怒。物证如此，西月的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他来找你商量此事，正是因为相信北山氏。如果他认定北山氏有罪，我们早去抓人了，对吧？我自然是愿意相信北山氏的，但如今圣君命令我沿王府调查此事，而线索就只有这块令牌。说不定，这块令牌是真正的凶手为了掩饰身份而故意留下的。待我们到北山市查清楚，定能还你氏族一个清白。你们口口声声说相信我，好，我带你们去北山市，让你们查个清楚，查个明白。
这就是我们北山市秘密卫队的出行记录，你们大可随便查看。来，给郡主。不需要了。郡主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你口口声声要调查，现在出行记录摆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看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倒想问问你是何用意？这出行记录是你北山市自己所写，就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也断不会白纸黑字的记录在册吧？你好，你想怎么查？我北山百威一定奉陪到底。你若当真心中坦荡，紧张什么呀？那就查，我们北山市任何一个角落，随你们查。北山组长，好热闹的场面呐！百威，你怎么有空带大伙回来看看呢？父亲，最近神王势力猖獗，除了我应龙卫以外，阎王卫队和黑白学宫都已经加入了对抗神王的阵营。但毕竟大家经验有限，此次前来是为了向父亲您讨教经验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家同心同德，共抗神王，实乃我赤明戒狱之福也。在这几百年来，我们北山市对抗神王的确积累了不少经验。你们放心，我北山黑虎绝不藏私。那就有劳组长了。百威，是，还不带大家去客房休息休息？是的，父亲。两位请吧。密切监视这些人的行踪，一旦有情况，即刻向我汇报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血液。只要略施法术，就可以让这些武器自己说话了。这种法术能还原曾经的血迹，只有和刚才瓶中的血迹同源时，这刀剑上才会出现反应。看来，伤害这些弱小士族的，竟真是北山卫队。圣君一向器重北山市，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